其实我们脚最重要的看另外2个部分，一个就是指甲。大家可以把你的脚的袜子脱掉，然后你看看你的指甲。你的指甲呢，第一个，如果是它是苍白的，你看我们正常的指甲都是粉红色的，甚至这个指甲会有一点点光亮。那苍白的颜色呢，代表就是说血液没有办法供应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叫做气血不足的病人。其实我们从指甲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虚性的还是实症的。那另外一个，指甲变形，比如说他这个指甲呢凹凸不平，或是有那个竖纹或是横纹，那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指甲这边是生长板。那生长板表示没有得到营养，所以它才会指甲长得非常的丑。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用远红外线种久了以后，你没有水的滋润了以后，皮肤会干痒，对，会干会痒，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用温水泡比较好。但是记得用温水泡，在冬天的时候泡完了以后呢，你还是要上乳液，因为我们在泡的时候有一些保护的这个皮脂呢会被泡掉，所以你起来也会干痒，所以你会抓得很不舒服，会起湿疹。所以大家记得，你泡完脚以后，甚至你要用很好、比较滋润的乳液呢，把整只脚再上完，这样就不会干、不会痒、不会去抓它。那所以这边再特别提到，如果你有湿疹的人，就先不要泡，因为如果湿疹的人泡脚会越泡越严重，这个千万要注意。了解，所以如果等于说我是用42度 C 的这些温水来泡，我也刚刚好，也不用算时间，水凉了就差不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。那一般是15分钟就够了，也不用太久，大概15分钟就非常好的效果了。好的，刚刚吴医师讲的这个足浴泡脚的重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到呢？记得哦，饭后2个钟头之后再开始泡。泡的时候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淹过你的3阴交，淹高一点点。如果你家刚刚好也有这样够高的木桶或浴缸，那能够泡到膝盖是最好的。那除了泡脚之外呢，怎么样提升我们足部保养的效益呢？据说泡脚之后搭配脚底按摩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刚刚医师有讲嘛，我们那个全息律里面呢，像这个大脚趾，它对应的就是我们头啊。他刚才是不是说，如果头痛的时候，说不把它摇一摇，怎么摇？我们现在请吴医师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我讲2个好了，一个3阴交，一个涌泉。那涌泉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从第2个脚趾跟第3个脚趾这样子把它画到脚底，这个叫2、3脚趾间。然后呢，取前面的1/3，一般人呢这边会有2个人字形的红红的地方，所以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没有这个人字形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其实你就取在这个地方前1/3，也就是说。脚趾不要算，2、3脚趾间连线的前1/3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叫涌泉穴。那你用一个按摩的东西，那我这边有准备一些按摩的东西，其实都可以。这3个东西其实都可以。如果你没有，你就用你们家里的圆珠笔这个钝端，用手其实也可以，但是手会酸，所以你用这个钝端。就这样旋转式的这个按摩，这样子就可以。这个就是我们脚底的第1个大穴，叫涌泉穴，也就是肾。因为我们中医里面比较强调的叫做先天是肾，后天是脾胃，所以这2个地方都很健康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非常的健康。另外一个，我们泡脚也可以泡到这个3阴交，这个叫内踝最高点的地方叫内踝尖，然后内踝尖上面4个手指。4个手指，这个地方叫3寸，然后我们摸到这个胫骨的后面这个地方就叫3阴交穴。那3阴交穴也是这样子，你要往骨头的地方这样子按摩。那你如果不用手的话，一样也是用笔往骨头的地方这样子按摩。那这个地方，这2个地方。都有很好的诊断的作用。比如说涌泉穴很痛的话，那就是中医标准讲的肾虚，是肾虚的病人。那没有关系，你透过按摩、透过吃中药都可以调理。那另外一个3阴交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按摩3阴交很痛的，一定月经有问题，不然就是吸收非常的不好。就3阴交会很痛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你就每天轻轻的按摩它，按摩到它不痛了以后，其实就已经达到治疗的效果了。那我们在按摩脚底，可以最简单的就是你就这样子做旋转的方式，由上
你看这样几乎把所有的反射区都按摩到了。当然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精油，你加任何的薄荷啦、薰衣草啦，比如说你是失眠的人，你就加薰衣草，就在这边做旋转式的按摩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脚趾，脚趾呢，你要用这种2只手的指腹这样子推下去，然后这样子每一只脚趾这样子推下去。我觉得推的时候比较痛就是推的时候在指头两边的地方会比较痛。然后第3个。那这是哪里虚？没有吗？这是头的部分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头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子摇一摇它。对，把这个地方做旋转式的摇。你可以左摇5圈，右摇5圈，顺时针摇5圈，逆时针摇5圈，然后每一只脚都可以这样子摇它。都可以这样子摇它。我们用手指这样推，但是我们手指力量不够，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按摩的方式，这样子推下来。然后你记得可以加一点点润滑的润滑油，或是加一点点薄荷精油，或是其他的生姜的精油。薄荷它有调整交感、副交感的作用，生姜呢它有活血的作用，还有温暖肠胃、温暖子宫的作用。所以你加一点精油，这样子推进去，顺着这个指尖这样子推进去。这个是脚背的一个按摩的一个方式。我之前有一次遇到一个保健专家，他就跟我说，那个大拇指、大脚趾跟2脚趾中间那个有一个叫做太冲吗？对，太冲穴在这个地方。他就说我的体质，他觉得我是乳房容易长东西的体质。他说叫我要多按这个，这是对的吗？太冲是肝经的原穴，原穴就是元气进入的地方。我们早上起来问 ，Ogenki desu ka？ 日本人问你今天有没有元气啊？那太冲就是肝经的元气进出的地方，那在乳房这个地方叫做肝经，所以它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。我们刚刚讲的脚底、脚趾2个方法，还有脚背，然后再来我们讲脚踝。我们2只手，你看这是脚踝的内侧，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顺时针的转5圈，然后逆时针的转5圈。然后帮助这个关节里面的血液循环，就不会像我们刚刚讲的按压会有凹陷下去的这些水肿的情形。那另外阿基里斯腱，我们抓着这个阿基里斯腱呢，可以这样子上下2只手这样子推，一样你可以加一个精油或乳液这样子推，你会比较舒服。如果你的手真的没有力气，你就用这样子推，上下推。用这个按摩的器皿这样子上下的推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小腿。那小腿呢就是这样子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可以这样子，整个这样子拉上来。你可以2只手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是比较省力的，这样子拉上来，然后这样子推下来，这样子拉上来，这样子推上来。那因为小腿是我们人的第2个心脏，它还可以帮助心脏把血液打到全身，所以你平常一定要去练小腿的肌肉。像我的小腿其实练到都好厉害对啊，一坨很大的肌肉，所以你一定要去练小腿的肌肉。那你也要帮小腿做按摩，就是这样子按摩，然后再来还可以这样子你可以用搓的，或是用揉按的方式，由下到上。这样子3条阳面经络跟3条阴面经络，这样子都可以按摩到。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：脚底、脚趾、脚背、脚踝、小腿，这样你就做了整个小的全部按摩到了，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。那可是呢，有些人说保养也不能只靠按摩穴道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要保养，现在最新的观念是肌肉的锻炼也非常重要，要有气也要有肌力嘛，所以你有一招，据说呢结合了。你本来在超慢法，后来因为一些因素而让你想到一招新的锻炼法，叫做太空漫步。太空漫步是什么？然后它最主要的保养是什么样的原理？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跟病人交谈，都发现超慢跑带给他们非常多的好处，所以因此我自己也每天在那边超慢跑。结果有一次我在那边跑，然后我儿子走过去的时候呢，我儿子就说没有效了，我就笑一笑不理他，然后我就跑，结果他又走过来说没有效了。
我就有一点火了，但是我还是没理他，我还是继续跑。然后跑一跑，他又走过来，第3次说没有效了，我就有点火了，我就停下来不做了。我想骂他又不对嘞，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呢。我说为什么没有效？他就说你那个根本没有训练到肌力呀，你那个跑有训练到耐力没有错，可是你没有训练到肌力呀。我想有道理哦。然后后来也因为这样子，我没有骂他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就想到一个叫太空漫步跑。因为我们说年纪大，你要训练肌力，还要训练平衡感。因为当你训练了肌力以后，比较不会退化，全身比较不会退化。你又训练了平衡感以后呢，你的大脑又比预防老年痴呆。所以我就训练用。自己自创的一个太空漫步吧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然后你走的时候，你要好像太空漫步一样，刚开始就是这样子哈，左脚在前的时候是右手在前，然后呢这样子脚还可以翘起来，你看还可以做一个伸展还有弯曲的一个肌力的训练。然后呢，你手还可以拿一个保特瓶，如果你没有保特瓶的时候，其实你手可以用握拳的方式，因为我最主要是为了要训练这个肌力，所以你可以用握拳的方式哦，所以我还是有在用力哦，这样子。然后你刚开始可以快一点点，但是你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热身了以后，你可以撑久一点，因为我变成我的小腿的所有的肌肉，我大腿的肌肉，还有我这个两边的小腿跟大腿的肌肉的，其实都在用力状态。好，你看哦，我是没有穿那个体育服。不然你会看到我所有的线条都跑出来了。它其实所有的肌肉都在用力，而且我还在练平衡感。好，然后这样子，你可以撑多久你就撑多久。左脚在前做10分钟，右脚在前做10分钟，做2个循环，其实你就满身大汗了。好，所以我发现这一个运动，第一个在家里面吹冷气，然后又很舒服，然后空间又不需要很大，器具又不需要很多。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叫做太空漫步跑。然后做完以后呢，你看要换过来，变成右脚在前面，左手在前面。然后你看哦，我所有的小腿、大腿、前臂、然后上臂全部都在用力，而且我肚子也在用力。其实我这边的肌肉的线条其实也全部都跑出来了。好，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撑久一点，然后你会越做你会越撑越久哈。这样子是训练平衡感跟肌力非常好的一个方法。跟大家分享。非常谢谢吴医师的分享哦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点年纪哦，说叫我们真的做大重量的训练，可能一开始也做不来。所以如果你刚刚好有在家里做超慢跑，慢跑完之后呢，来一点点太空漫步，刚才那样子，帮你的肌肉看能不能稍微让它稍微有强度一点点哦，稍微可以练出一点点肌力来。那重要的是呢，可以增强它的重量，对不对？开始觉得很轻松之后，对不对？记得保特瓶啊，装水，开始一起练。好，给自己一点点重量，一点点，稍微挺久一点点。那这时候呢，不止刚才透过泡脚，然后按摩，你这个气血都冲烫之后，肌力也起来了。那我最后帮自己问哈，像我们这个月牙很悲惨的只剩4个的这个极度那个虚寒体质的人，他在做这些有没有可以加强哪里？还是说我在按脚的时候可以特别按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当你月牙太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比较虚寒体质的。好，那你就其实用一个叫做十全大补汤，哦，就是食补来，对，你用十全大补汤，每天跟他喝，然后看你喜欢吃什么，比如说你喜欢吃排骨啊，你喜欢吃香菇啊，或者你要吃什么的蛋都可以。你就把它加到十全大补汤，然后每天喝个1碗十全大补汤，慢慢那个月牙就长出来了。了解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真的是教大家最不花钱的自我保养法，帮你把我们脚底的这个保养开关给打开来。每天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，也不用花大钱，就可以帮自己呢提升你的免疫力，提升自己抗老的能力哦。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精彩的分享，谢谢您。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？喜欢的话，记得持续锁定我们的 Today 见面聊，跟我们一起聊出健康好生活哟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喜欢今天的内容吗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，也别忘了按下方爱心，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哦。Today 见面聊每周1、2上午10点 ，Light Day 准时上线。